麻辣的蜜饞，超级好的恢复能量的方法，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这个想法非常的聪明。我最近连续空瓶的就是，我去拿来给你们看。等一下，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洗澡你已经不需要再花什么力气。毕竟我今天穿的这么的清凉，我平时不这么穿的。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从频道开播以来呢，我和大家分享了不少我觉得好用的保养小物，我正在吃的保健食品。就有很多观众跟着我一拍脑门就买了这一些零零总总的回家。回到家之后发现说这些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什么时候吃什么，什么时候用什么。我本来觉得这件事情有这么难吗？后来发现说真的有很多的观众来发私讯问我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就打算明天邀请大家和我从早到晚的过一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到底怎么样安排我全天候的保养流程。有很多呢是我平时在 SPA 老师那边偷师来的小 tips， 这也算是售后服务的一部分吗？没想到吧？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早安，大家！现在是差不多早上8点，我刚起床。我的工作不需要打卡，所以我时间上相对比较自由。但是呢，我比较少参加早上送小孩这一项活动，因为陈老师嫌我早上的动作实在太慢了，会大大的增加小朋友迟到的风险。所以呢，基本上早上我和他们 kiss bye 之后呢，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可以安排我自己的时间。现在呢，我刚刚洗漱完，脸上就涂了一个精华。早上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喝水，这个一定是我第2、3杯水了，因为我早上起来真的会很口渴，所以我会不停的喝水。然后因为我等一下要运动嘛，所以我是先不吃早餐的，但是我会先喝一杯可可垫一下肚子。其实我大部分的时候喝的是可可豆浆，但因为我们今天家里刚好没有豆浆，所以我就用牛奶来代替一下，所以我今天会喝一杯可可牛奶。简单的垫过肚子之后，我们就要来开始今天的全身保养流程。今天这保养流程呢，算是蛮全面的，很多都属于大保养。大保养就是差不多1个礼拜进行一次的那一种。哪一些是1个礼拜进行一次的呢？我会在荧幕的右上角或者左上角把它标出来。这些大保养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找一天相对不会被打扰的时间来进行。那我的经验呢，就是把这些事情集中安排在1周中的其中1天，会更加的省时间。不过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时间安排来调节自己的保养计划。运动前呢，我会先来上一个头发的护理。关于头皮的护理呢，之前和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这2集。头皮的部分呢，就是用头皮的精华；头发的部分呢，我会用我自制的加长版的发膜。都用好之后呢，再去做瑜伽。满头油腻腻的，去运动吧！我做瑜伽的时间呢，差不多是半个小时左右。很多观众都问我做的是什么瑜伽。我从7月和大家拍运动1周的挑战开始，到现在为止一直在做的运动呢，就是热汗瑜伽。这个课程呢，它是一个把流瑜伽的节奏和大轨迹的体式动作结合起来的一个课程，我自己非常的喜欢。但是我在做的这个课程呢，是在一个付费的 app 上面。我自己的话，除了这个课程之外，其他所有的功能都没有在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大可不必为了和我练一样的课程就去付费一整个 app， 因为现在 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免费的课程，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适合自己的。我自己的感受是，比起练某一个特定的课程或者特别去哪里上课，更重要的是可以找到自己持续坚持下去的动力。做完瑜伽，全身都是汗，我会先拿毛巾，这种运动毛巾，把身上的汗全部都吸干。身体保养呢，我通常有2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用这样子的身体磨砂膏，然后第2种呢，就是用这一些我的身体保养油们，加上身体的按摩刷。那这2种方法呢，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好用。我先来分享磨砂膏的部分好了。我前一阵子和 SPA 的老师有学到一个小 tip， 我发现他们在使用磨砂膏的时候呢，就不会直接用磨砂膏磨在身体上，而是会弄一坨磨砂膏，再加上你喜欢的身体油，把它 mix 起来。其实用那种菜油的瓶子，我觉得会更简单一点，因为你混好直接把它挤在身上就好了，就不用像我这个碗还要用手把它涂上去。但是反正道理是一样的，就把它弄到比较稀的状态，就这样子去按摩。然后尤其是在你的关节这些比较容易有角质沉淀的地方呢，你就稍微停留一下，打圈圈，指关节这些地方也可以这样子带一下。像这样子的磨砂膏，它其实都是那种砂糖颗粒，然后会去磨砂抛光你的身体，带走你的废旧角质。但是呢，我最近更喜欢的一个方法呢，其实是用按摩刷加上按摩油，因为这样子呢，我就不用在按摩的过程
程中会摩擦到我的手掌，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点。这个部分呢，有一个我自己的小 tip， 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真的这个想法非常的聪明，跟你们分享。通常如果直接用这样子的按摩油的话，你在身上按摩完之后，在洗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说还要再单独再加沐浴乳，还要再搓洗？有一些观众可能不是很喜欢身上油腻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在按摩的时候，你可以买一瓶这样子的沐浴油，什么牌子都可以，不用买太贵，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沐浴油真的是要碰运气。我自己有买过专柜非常贵的沐浴油，可是呢，我上身之后发现说好像滋润度也还好，然后香味呢又相对比较固定，所以在我试了非常多沐浴油之后，我发现你只要买开架式的这样子的沐浴油就可以了，又便宜又大碗，因为它的作用就是来帮我们乳化我们的按摩油的，所以就不要对它什么滋润度啊、香味啊有什么样的要求了，一样是找一个碗，然后加上这个身体的沐浴油，很随意的2-3泵，做的太少的话，你中途再做就好了，因为这个 mix 的方法非常的简单。沐浴油里面再加上我们的身体油，我最近用的是葡萄籽油，大家也可以用椰子油、荷荷巴油、玫瑰果油、甜杏油，这一些都是非常好的身体按摩的基础油。这一步呢，就是来解决沐浴油它本身滋润度没有这么好的这个问题。然后呢，我还会再加一些我喜欢的精油的味道。这个就是看个人喜好，有或者没有都可以。我自己是觉得像薰衣草油是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按摩的一个精油，因为它价格也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它的味道也非常的好闻。那如果有观众喜欢玫瑰味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比较贵价一点的玫瑰精油。混合好之后呢，一样是先抹在我们的关节的位置，包含就是手上的关节、膝盖、脚踝，像这一些大家平时觉得很容易黑黑的、皱皱的、干干的这些位置，拿我们的刷子开始刷，所有的关节全部都刷完之后呢，就要开始我们全身的按摩了。全身的按摩其实也很简单，把油抹在自己的身上，从我们的脚踝开始往上这样子刷，动作不要这样来回，它是一个方向的，四肢的末端，然后往身体的中心这样子往上刷，尤其是在像大腿这一些比较容易有肉肉堆积、容易长一些橘皮组织的地方，你就可以多刷一下。一个位置我差不多会刷10几下，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标准的答案，因为有些人的角质比较厚，有些人的角质比较薄，你就刷到你已经觉得说好痛，我没有办法再接受了，再刷下一个位置就可以了。这一步会帮我们整一个身体的循环都会打开，刷完之后身体会很舒服。这样子用刷子刷啊，会比正常用按摩膏按摩到的那个身体的深度会深非常多。按摩完之后，整个皮肤都是红红的。现在呢，我全身都已经按摩完了，除了我的躯干的部分，接下来这些部分呢就不能给大家看了，大家自行脑补就好了。身上的部分呢，就是肚子这个部分，我会习惯去打圈，然后一样就是往心脏的部分这样子刷。全部按摩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洗澡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洗澡你已经不需要再花什么力气，只要用水冲就好了，因为身上这些有沐浴油的帮助呢，这些油就很简单的就可以洗掉。你把重点放在我们的头发的清洗上就好了。而且这个时候头发其实已经腌了非常长的时间了，保养的时间已经足够久了，所以洗完之后呢，你会收获一颗已经做完头皮保养的头。全身冲洗完之后呢，吹干头发，身上也涂上身体乳。如果大家有习惯保养脸部，像是美容仪器之类的，也可以把时间排在这边。好啦，这样子全身大块的保养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现在就觉得全身都是非常轻松、通体舒畅。接下来呢，就是面部的一些细部的保养。通常我在白天的时候呢，脸上就不会用太多的功能性的产品。之前和你们分享过我的保养逻辑嘛，比起我的皮肤更白、更亮、更紧，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是我的皮肤每天都非常的稳定。很多人以为我们年纪慢慢上来之后，我们的皮肤开始老化，皮肤开始有皱纹，开始会松弛。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会发现，除了老化跟松弛这件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前皮肤风吹日晒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呢，就会动不动的就容易红、容易痒、容易长包包。这时候你开始不禁的怀疑，我以前的皮肤有这么娇贵吗？而且我跟你们说，不止女生这样子，男生也这样子。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问就是陈老师也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在24、25岁的时候开始就非常重视皮肤稳定这件事情。晚上的话，我会使用一些像 A 醇这样有功能性的产品，让我的皮肤可以有时间去做一个升级。那白天的话呢，我就会去使用一些专门让皮肤可以维持稳定的产品。我最近连续空瓶的就是，我去拿来给你们看，等一下。
噔噔 ，Sensilis 的 SOS 极效舒缓修护精华。这支小蓝瓶呢，是我非常多的艺人朋友、明星化妆师包里的急救维稳小法宝。虽然它的名字里面有带一个极效舒缓，但是不单单是只有急救的时候可以用。我发现如果每天打底使用这一支小蓝瓶的话，长期下来皮肤真的会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出状况。Sensilis 真的是我最近用下来非常想要作为我年度的小众保养品品牌分享给大家的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它是来自于西班牙药厂的医美保养品牌。我用过非常多他们家的东西，从洗护到防晒，我发现都非常的好用。Sensilis 这个牌子呢，1979年就成立了，这40多年来，它一直就是致力于为敏感肌还有熟龄肌开发保养品。大家注意到没有？我刚刚没有直接说 Sensilis 来自西班牙，而是特别提到了它是来自于西班牙的药厂，就是因为比起市面上一般的保养品来讲 ，Sensilis 他们家的产品呢，都是在西班牙的药厂实验室里面研发出来的，而且都是通过了医材及到 ISO 的认证。简单的说呢 ，Sensilis 就是用制药的规格在研发保养品，而且在整一个研发的过程中，合作参与的医师甚至超过了100位，在全世界呢也有超过25个国家的医师还有药师会推荐他们家的产品。而且这个牌子他们的理念也非常的特别，他们坚持 No Test No Claim， 就是他们所有打在广告文宣上的功效都要经过28天的科学临床认证。刚刚有说到他们家的产品线也非常的多，各类产品几乎都有囊括。在我尝试过、测试过的产品里面，我发现都是无一例外的非常的温和，但是改变却超级有感。尤其是这一支 SOS 极效舒缓修护精华，真的是在我皮肤有状况的时候必须要有的一支小神器。我常常在我的私讯里面会收到一些观众的提问，安娜，我是敏感肌，很想要这个功效，可是我又很怕我的皮肤敏感，到底要怎么办？我相信这个大概是所有敏感肌在追求皮肤保养功效的时候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在我的皮肤有一些发红、发痒这些敏感的状况的时候，这一支一上去，差不多半个小时吧，就有肉眼可见的退红，就你脸上会有一种被灭火的感觉。而且我最近还发现一个小妙招，就是把这一支直接放在我冰箱的冷藏那一格，然后要用的时候呢再拿出来，舒缓的效果就会有加成的感觉。持续用一阵子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说，我的皮肤好像真的有变好，摸起来就是滑溜溜又健康。现在在市面上你出去逛一圈，其实主打维稳的产品非常非常多。那这一支它特别在什么样的地方呢？除了像烟碱酰胺、B5、玻尿酸、益生菌、益生元这一类非常专业也常见的维稳成分之外呢，这支小蓝瓶它还有5种生长因子来作为它产品的核心，帮助我们的肌肤去启动自我修护的节律。生长因子这个成分，有在做医美的观众应该不会陌生吧？你可以简单的理解成，这支小蓝瓶除了可以帮忙你解决像泛红、发痒这一类因为敏感产生的问题之外呢，还能让你新生的肌肤直接就变得更加的健康。再来呢，这一支精华的酸碱度和我们皮肤的酸碱度非常的接近，这样子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去降低因为酸碱度不同带来敏感的风险。大家在用一些保湿力很足的产品的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困扰，就是产品涂在皮肤上好像觉得非常的保湿，可是呢实际上是那种闷在皮肤上的感觉，看起来保湿了，但是实际上保湿的感觉并没有真正的渗透到我的皮肤里面，那种你闷久了之后皮肤长痘痘就是今天或者明天的事情了。但是这一支 Sensilis 小蓝瓶既保湿又清透，全天皮肤都水水的。它好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就连我们家皮肤最娇贵的秦老师一换季，脸上的皮肤呢就会红一块肿一块，连皮肤科医师看了都直摇头说好不了好不了不了，这种酒糟敏感一定要持续擦药。结果他用这个 Sensilis 的 SOS 系列，现在皮肤都稳定到可以去挑战 A 醇了，你们敢信吗？那说了这么多，这支小蓝瓶的使用方法呢也非常的简单，早晚各3到4滴，先点在脸上，然后从下往上轻轻的拍按摩吸收就可以了。我发现如果我后续要化妆的话，在保养的时候用这一支会让后续的妆容更加的服帖。那像现在因为是白天嘛，除了用这个 SOS 的小蓝瓶之外呢，我还会叠加它同系列的 SOS 屏障舒缓修护霜。这个面霜呢可以在修护的基础上帮助肌肤强化3重屏障和深层保湿，提升防御力。当然啦，在我们基础的保养之后，也不要忘记涂上防晒，这样子白天的一套非常简单的基础保养就完成了。现在呢，不管是熬夜还是出差换水土还是季节转换，我都一定会备着这一组，因为健康的皮肤才是一切保养的第一步。10月30号到11月13号 Sensilis 在某某双11活动盛大进行中，全馆最低66折起，还有满满的下单礼和满额礼，赠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快快跟上抢购吧！
平时午餐的话呢，我其实吃的都比较清淡，就一份简单的沙拉，然后再加一些蛋白质，像是虾啊、鸡蛋啊、培根这一些。但是我今天突然呢就很想要吃我小时候就很爱吃的上海炒年糕。做上海炒年糕的步骤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我今天做的这个步骤呢，其实就是我小学的时候看到我们小学边上有一个阿婆在炒年糕的步骤，我一直记到现在。这30多年来，我都觉得用这个方法可以炒出很好吃的炒年糕。这一大碗看起来很多，但差不多我胃口就这么大，因为这是支撑我一整天的能量。吃完啦！早午餐之后呢，我还会吃综合维他命 NMN， 还有叶黄素。这个女性的综合维他命呢，和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了。它的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如果大家不买这样子的综合维他命，想要买那种分开的，就要看一下自己缺什么，你再去买相应的维他命元素来补自己。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除了维他命 A、C、D、E 这一类比较常见的元素之外呢，它还有 biotin， 还有一些固头发的元素。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吃它很方便，所以我每天就是吃2颗或者3颗或者4颗，就看自己的心情。然后这个 NMN 呢，它是抗老化的一个补剂。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如果吃它的话，我一整天的精神会比较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累，然后基本上是属于不需要喝咖啡就可以活力一整天的那种状况。这个呢就是叶黄素啦，反正现代人不瞎必备。然后呢，我还会再煮一壶补气茶当我白天的饮料。全部都用完之后呢，我就会开始有一整天的工作，一直到下午。现在已经4点了，4点10分了，所以我要快点去接小朋友了。到了他们快放学的时间，虽然我早上不送他们，但是我下午放学接小宝宝的这个活动呢，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因为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时刻。我现在要下楼开车，不对，坐陈老师的车。然后去接他们回家。最近不是全台大降温嘛，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感觉。毕竟我今天穿的这么的清凉，我平时不这么穿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跟我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的那支精华它很接近，所以我就特别选了这一条蓝蓝的衣服，就显得跟全台大降温非常的不符合。但是呢，你知道吗？住在高雄的人呢，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就不管我们的实际的温度有没有降下来，反正新闻里说全台大降温，我们就是心理上、概念上要 follow 一下，对吗？对，从小是不是都这样？仪式感，仪式感要拉满，所以在这样子全台大降温的今天，吃什么最合适？吃火锅，耶！听起来又是一个猪精上身的夜晚，所以呢，餐前要来吃一个。当当当当，这是我的分装瓶，它里面呢就是上一次和大家分享 iHerb 开箱的时候，不是我和你们分享了一个藤黄果嘛？我说那是抗猪精神器，有多少观众跟着我买了那个抗猪精神器？欢迎和我分享一下，看我们把它分装在身边，就知道我们有多害怕猪精了。我自己吃完的感受，没有到什么不想要吃东西，我感觉猪精还是在，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它有个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吃完这个再去吃饭之后，隔天至少在体重上没有再重的。我记得我们中秋节，我们烤肉真的是烤一整天，从早上烤到晚上。我因为吃东西很慢，所以我一整天都在那边吃了一整天之后，我第2天去量体重。完全没有重，就有一种昨天吃的东西到底跑去哪了那种感觉。所以从那之后，我如果有大餐或者有些像火锅这样子很容易不小心吃过量的这种餐点，我就一定会先来一颗这个藤黄果，而且它吃了不会心悸，也不会有晚上睡不着觉的感觉。不过隔天会上厕所，可是就不是那种落晒，你们懂吗？那你是8号可以吗？等一下再吃的。我
哇，终于已经把家里收拾干净了，大家也吃饱喝足了。晚餐吃完，我会直接就吃鱼油。鱼油的好处应该说非常多，大家应该都有略听一二，像是可以帮忙我们的身体消除炎症，然后还有可以帮我顾脑子。我觉得这事情对我来讲非常重要，我真的是觉得我持续吃鱼油一阵子，我的头脑相对会比较清醒。然后也有观众跟我讲说，鱼油和叶黄素一起吃的话，眼睛会比较水润。我是一直都没有眼睛很干燥的问题，但我觉得无意间这样子搭配的吃法，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吧。一顿大战，我们两个终于帮他们两个洗完澡了。在我刷牙、洗脸、睡觉前呢，我最后吃的一样保健食品呢，就是我的胶原蛋白。噔噔，就是它啦。因为睡觉的时候呢，是我们身体修复自己，然后也是胶原蛋白在合成的时候，所以睡前来喝胶原蛋白大有功效。要上楼睡觉啦。妈妈的me time就是在小朋友睡着之后，哇，今天真的和大家足足一起过了一整天呢，第一次尝试这样子的拍摄。我自己日常呢是比较喜欢在小朋友睡着之后再来做我皮肤的保养，这样子我会觉得说这个时间真的是属于我自己的时间，才不会一直有人催我，突然之间啊，妈妈我要这个，妈妈我要那个，一直被打扰被打断。现在我先要洗个脸洗个澡。好了，我刚刚已经洗完澡、洗完脸，我刷完牙了。我头早上已经洗过了，晚上是不可能洗的，我超不爱洗头。晚上的皮肤保养的话，我除了用这一支和大家分享的 Senseless 的 SOS 小蓝瓶之外呢，我还是会用 A 醇，因为晚上的时间就可以让皮肤好好升级一下。我一直习惯用的呢就是这个德美登的 A 醇，不过我最近也在尝试用 Senseless， 他们有出一个 Age 系列，就是他们家的 A 醇系列。它的膏体是这样子棕色的，就是大家想象中高浓度 A 醇的这么一个颜色。不过它上脸之后也是蛮温和的，还在很持续的测试它。看我已经用到1/3瓶了，如果真的非常的好用，然后肤感也非常的温和，而且也不会增加皮肤的敏感的话，我再细节的和你们分享。哦，对，眼霜的部分，有观众说不知道我怎么样涂眼霜，我眼霜的涂法算神奇吗？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方法。我通常会分眼睛的上半部跟下半部。我在涂眼霜的时候呢，我都是用小米粒的大小去涂一个部位，然后我涂的时候一定会避开双眼皮的这个褶皱的位置，因为我发现我用这一支眼霜，它有一次把我的一条褶皱弄没了，我快吓死。所以我后来都是涂在这些位置，眉毛下面，避开双眼皮的褶皱。手法是这样往上。下半部呢，一样是用这一点米粒大小，主要是针对我的眼角这边有可能会有一些动态的鱼尾纹，就把它先点一点，让它吸收一下之后呢，然后再轻轻的从眼头这样子拉过去。这个涂眼霜的方法不仅仅是适用这一支眼霜，大家用什么样的眼霜，我觉得都可以参考一下。然后另外一支眼睛也是用一样的方法。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保养的小步骤呢，看起来好像有非常多步，对不对？但是呢，养成习惯之后，其实也不会太麻烦。尤其是大保养的部分，1周选1天，我觉得是超级好的恢复能量的方法。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太会去想别的事情，所以我就可以很好的关注在当下。那如果觉得自己给自己做这些大保养非常的麻烦的话，也可以固定找一天时间去 SPA， 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不过对我来讲，在家里做这些事情好像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希望今天的影片也可以给大家在家保养一点点小灵感。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点赞分享，也别忘了订阅我频道。我是 Anna， 每周四我都会在这里哦。下周四我们再见啦，拜拜。